大胖媳妇给我妈气哭了，真的。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。我听我妈的描述啊，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，不可思议。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，给我气笑了。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，来北京了，马上复查了才知道，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，就是复查的头一天得入院，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，不能出来。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，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，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。然后我跟你说哈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，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；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，蛮子就跟张大铁出国似的，也没事儿。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，但又觉得自己会，最容易出事儿。就是那句话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，因为他真敢下呀，真敢下呀。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，就盯着大胖媳妇。哎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，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。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，你住吧，阿门阿门。这不孝来的太具体，我妈没反应过来呀。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，又来找她来了，说那什么，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，跟我妈说你住呗，我就一个充电器，你让我先充完的。给我妈委屈的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，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。我看明白了，我是谁呀？咱可不敢麻烦人家。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，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了还是咋的？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我妈住院，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？大胖媳妇很无辜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，唯物主义者。我妈住院我也不陪，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。她还挺有理呢，还跟我说，哎，对了，咱妈挺诡异呀，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，到现在没回来，要我出去找找，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？你说？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。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，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，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，不止30%高浓玻色因，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，给我妈送去美美容抗老，气儿能消不老少。去看我妈之前，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？我去楼上买点毛巾牙刷啥的，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当时哈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让我同事跟着他，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，你都帮我记下。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。5分钟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姐你快下来，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，还扬言要打造山东。你问他那有人参不？你有燃烧吗？喝啥？燃烧，你的燃烧怎么样？晚上怎么样是吧？晚上还行吧。你的燃烧长吗？长。你的燃烧从哪来？从长白山，东北长白山。我的媳妇东北。喜欢东北啊，喜欢东北。你管他叫山东打造。我要打造山东。可以啊，山东不错是吧？我也打到山东。你好，你我也打到山东不错。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我妈嫌我婆婆不要强，想利用我婆婆在加拿大给她开饺子馆，真事儿。你看我妈吧，贼烦我婆婆，这大伙也知道。但是温迪走之前呢，他俩这关系有所缓和，因为啥呢？因为我妈是个生意人，她在温迪身上看到了商机。很早以前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，我妈来看我，我妈因为吃不惯就开始自己包饺子。然后你们知道饺子这个东西吧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家里包的香。我身边这些外国人呢，连正宗的中餐馆都没咋去过，所以那真是吃的急头白脸的。当时我妈就看到了商机，就跟我说读什么博呀，就在大本钟底下开饺子摊儿。然后温迪从铁岭走的时候呢，也贼爱吃俺家饺子，还跟我妈说，我能不能用保鲜盒包一盒饺子，给我加拿大的老公和2个女儿带回去？我妈本来要埋汰他，就说不是你在加拿大买一盒饺子多少钱呢？至于吗，温迪啊？温迪说一份10个15刀了。我都能听到我妈脑袋里咕铃一声金币响了。我妈赶紧继续追问，哎，温迪，你在铁岭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饺子是哪顿？温迪说昨天晚上那个。我妈说昨晚那顿是驴肉馅的。哎，你就没有想过在加拿大卖驴肉馅饺子吗？温迪说加拿大没有驴。我妈说那你去搞驴啊，有需求就有市场。温迪说我上哪搞驴去啊？大胖婶自己在那一顿查呀，过一会儿偷摸过来告他妈。这事儿还真能解决。我查了，你让马和骡子在一起生小孩，生出来的就是驴，就是驴。温迪问我是这样吗？彩玲，我说是骡子是马，生出来溜溜嘛。于是我妈就开始疯狂给温迪洗脑，先打听了一下温迪的工资，发现不高，然后就开始灵魂3连问。你有梦想，想给自己当老板，想将来老了的时候留给自己的子孙一个江山。温迪想了一下说不想不想。我妈说你听我说，咱们开一个饺子馆，我出专利，你出力，绝对能挣。温迪说不是，加拿大人没有出去吃饺子的习惯。我妈说我们以前也没有出去吃汉堡的习惯呢。在抖音出现之前，人们也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呢。现在万千人刷着手机看别人叭叭唠着，是因为有人先研发了 TikTok， 习惯是引导的，需求是用脑的。加拿大人吃饺子是需要用营销去干扰的。我们面前这盒你要拿回加拿大的饺子，在你眼中是你温迪的个人需求，在我眼中是加拿大西海岸乃至北美乃至全球万千人的需求。这保鲜盒就是铁岭和加拿大贸易的廊桥，我妈真燃起来了，但是给温迪做培训的时候还是给整疯了。是这样的，温迪必须需要我妈给他一个梯度表，
包10个饺子、50个、100个、200个，分别用多少面多少水，必须用一个表格形式展现的一目了然。我妈才发现温蒂这个算术啊、99乘法表啥也不懂，也懵了。说要不你跟你孙子先用学而思吧，先学数学。那以你的水平，我比爱算术都够你一呛。学而思学习机不仅搞定你数学，他英语的外教老师发音听起来比孩子爸还有文化。课程跟动画片一样，拿铁现在最喜欢这个魔法七巧板，锻炼手脑配合能力。为了确保他能学着点手艺，我妈还特意邀请了我二姨、我老姨辽北蒸煮水饺双煞来给他做了一个沉浸式集训，就是跟着二姨老姨学会包饺子，把手艺带回加拿大，用二姨老姨的手艺赚加拿大人的钱，这就叫师夷长技以制夷，师夷长技以制夷。我妈说了，我们的口号是旗舰店在温哥华，分店遍布北美洲，让世界拥抱来自铁岭的翠华蒸饺逼丝抽。但是呢，那温蒂学2玩意儿都就饺子吃了，就她也被我妈燃起来了，打鸡血了，回去就开始给她老公包了一顿。她以为当时她都看明白了，结果第一次面对这个多少面加多少水整稀烂。我说当时你不是跟了一下午吗？啥也没学着。她说我也听不懂他俩说啥，就只能靠夹杂着他家给我翻译。他翻译那个内容里，你二姨和你老姨也没咋唠包饺子，就一直说那个赵玉霞要离婚，要离婚。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。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，一个粉丝当场翻脸。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，俺家就塌房了。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，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别人说啥他都想学，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，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。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咣等当老师，教学成果是啥样呢？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。我们去吃饭，上了一道羊蝎子，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，就问我羊蝎子。张是颜色。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，离他爸一共2米远，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。但是啊，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，他必须得一气呵成，一旦打岔全记串。这是火茄子，火茄子。I like good dress， good dress。我靠，火茄子。还有呢，我们家前阵聚餐，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，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，就跟布莱恩说，来，走一个，你得走一个。布莱恩就问大胖姐这啥意思？大胖姐说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。布莱恩说，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，就说走一个。大胖姐说，当然不是，只有东北人。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，到处找机会用，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。揉一个，拿铁，揉一个，拿铁。你都啥样了？我还没有拉完呢。把门给我关上！把门给我关上！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，他很喜欢中国，我还想带他旅游呢。但他后背有伤，坐飞机挺痛苦。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，加大加宽，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做起自然贴合腰背，像双手托着一样，缓解腰背空缺压力，随时随地护腰。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！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好词儿他不爱学，就爱学那些损词儿，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，因为他嘴甜，会捧臭脚。今年过年喝酒，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，那夸上天了都，说我老丈人大作家，一年呢写900多本书，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，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，因为你携带文物。我爸听了那就高兴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跟大胖媳妇说，你滚一边去。大胖媳妇一听滚一边去，跟布莱恩说，听着这个词儿没？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，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。布莱恩说，那滚一边是啥意思？大胖媳妇说，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，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。离别之时啊，布莱恩就开始瞎用。我爸说，布莱恩你一定要再来啊，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。我厉害呀！我爸问我，他说的啥？我说这是法语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去了博物馆，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，模仿古人做壁画。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，画的这也太好了。滚一边去，滚一边去。